嗨，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哆来咪的第一期中文播客。之前有跟大家说过，我在拍摄中文 vlog 的同时，还会给大家拍一些视频播客，给到大家更多的听力素材。在播客类的视频中，我会同时上传中文字幕以及拼音。如果你是中文初学者，你可以打开自动翻译，用自己的母语对照着中文去进行学习。如果你是中高级的中文学习者，想要去掉字幕学习，那你可以打开下面的链接，我会把我的音频上传到我的播客，你可以直接进行听力输入，里面完全没有字幕。当你洗漱或者运动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打开我的播客，让我的播客陪伴你一起洗漱或者运动，这样你就可以轻松地学习中文啦。OK，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第一期的播客内容。这一期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个话题：如何学习中文。首先，有很多朋友和同学会说，老师，我前一天背完的单词，后一天就忘记了，怎么办？背单词真的好难啊！还有人说，老师，中国人说话太快了，我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。还有人会说，老师，我不敢开口，我害怕说错话。OK， 不用担心，这一期我会为大家答疑解惑，给大家提供一些比较好的学习方式。第一个问题是，前一天背完的单词，第二天就忘了，该怎么办？首先，我想告诉你，没关系，前一天背完的单词，第二天忘记是非常非常正常的现象。我敢说，大多数人在前一天背完的单词，第二天就马上全部忘掉了。这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你的记忆链路太短了，它没有被反复的激活，也没有被反复的使用，所以它会被你的大脑判定为无用的信息，所以在睡眠中，这些单词就没有被巩固下来。那很多人就会问，老师，我是不是要一直重复的去背诵，大脑才能记住中文？答案是的，你需要重复，但是这个重复是要讲究方法的。你不需要一个单词在一天内背诵很多很多次，但你需要很多天内都背这个单词，对它进行重复，你才能有效地记住它。因为这个方式才是大脑的工作方式。当你第一次学习一个词或者一个句子的时候，你的大脑只是看见了它，它会先把它放在那里，但是还不会决定把它留下来。大脑其实会在等你一个信号，它在等你告诉它，这个东西我以后还会用到，而这个信号不是你一次背的有多认真，
而是你有没有再次遇见它。我们这里说的重复，不是一天背很多很多遍，那样很累，效果也不一定好。真正有用的重复是在不同的时间，用不同的方式再次遇到同一个内容。比如你第一次听见它，第二次你会尝试把它说出来。当你第三次遇到它的时候，在某个地方，在某个博主的视频里面，那你就会对它非常的熟悉了。只要这样重复好几次，你的大脑就会收到非常重要的信息。这个单词，这个句子是我比较熟悉的内容，是比较重要的信息，我需要把它留下来。所以，如果你今天学习的内容，明天想不起来了，不用担心，你只需要再次重复它，慢慢的你就记下来了。在这个方式里面，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则，这个法则就是快就是慢，慢就是快。第二，也有很多朋友或者学生跟我说，老师，中国人说话太快了，我真的不懂他们在说什么。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觉，我想告诉你，这真的不一定是你的问题，因为你在课本里面学到的中文都是标准的普通话，每一个字，每一个发音都非常的清楚，就像我现在跟大家说话的状态一样，一个字一个字的输出非常的清楚。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是听不到这样的中文的。在真实的生活当中，如果你碰到像我这么说话的人，大家会觉得这个人很奇怪，或者大家会知道这个人一定在教中文。所以在真实的中文对话当中，大多数人都是会以很快速的方式去说话，有很多还有连音。比如说，你现在听到的这句话，你有没有吃饭？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们会说，你有没有吃饭？你有没有吃饭？非常的快。还有一些中国人在说中文的时候，他们会有口音，甚至会说一些方言，所以这个听不懂真的非常非常正常。你听不懂，并不是你学错了，而是你听到的中文变了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，很多学生在听到中文的时候，会把它主动的先翻译成你的母语，然后再去理解意思。所以你在听中国人说话的时候，需要很长的时间去进行翻译和反应，这些都是让你听不懂中文的一个原因。那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你需要让你的大脑慢慢的去习惯真实中文的声音。你可以先从一个熟悉的声音开始，比如说同一个老师、同一个视频博主，或者同一个播客，先让大脑熟悉一种发音的方式。同一段内容，你可以反复的多听几次。第一次，当你听的时候，你可以什么都不用管，
你先去听，你大概听懂了什么意思，大概的去猜测他在说什么。第二次去听，你尝试着去抓几个重要的词语或者句子，去把它记下来。第三次，重复的去听，去抓重要的词语和句子。你能够记住多少就多少，不需要很多，在你自己能够记住的范围之内。你不需要每一句都听懂，但你可以在一个视频当中学习一个句子或者一个单词，都已经很棒了。如果你能学习的更多，那就简直太好了。所以学习是一个重复的过程，积累的过程。第三，还有很多同学会跟我说，老师，我害怕说中文，我害怕出错，一开口我就紧张，我害怕别人听不懂我在说什么。其实这种害怕在学习语言当中是非常常见的，它并不代表你的中文不好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害怕的不是说中文，而是害怕不确定性，不知道自己说的对不对，不确定对方有没有听明白。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？很简单，就是反复练习。你可以把你要说的话拆成非常非常小的单元，哪怕是一个单词，一小句话。比如说，好的，我明白，我懂了，我知道了，等等。一定要让自己先开口说话，哪怕是一个词都没有关系。先让大脑适应开口说话这件事。我们还可以找自己身边的朋友、同学或者老师进行沟通和对话，这样你可以确定下来，你身边的这个人他是安全的，他不会去评判你的口音，他不会在意你是否说错话，他只会觉得你开口说了中文，你很棒。另外，在你进行表达之前，可以把想说的话在心里先默默练习，在说出口之前，你的心里和你的大脑都已经接收到了你的信息，在你表达的时候就会更加的顺畅。最后，不要害怕说错，每一次说错都是给你更正的机会。语言只是沟通交流的方式，只要别人能听懂，那你的语言就不会差。OK，那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之前很多学生遇到的问题，我们可以用到的解决方式有哪些？第一，很容易忘记我背诵过的单词或者句子，前一天背了，第二天又忘记了。那我们用到的方法是进行小量重复的背诵或者记忆，对它进行一个巩固，让大脑逐渐的记住它。第二，听不懂中国人说什么，那大家在学习标准中文、听慢速播客和视频的同时，请大家也一定要去看、去学习那些真实场景中中国人的对话、沟通、聊天的内容，他们是怎么说话的，在真实的中文对话中去学习，让大脑
形成对这种语言的熟悉感。第三，害怕说中文，害怕开口，找自己身边的朋友、同学还有老师这些确定的人物去进行沟通交流，哪怕是很简单的单词也没有关系，让自己慢慢的习惯开口，习惯输出。最后，我想分享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学习方法给大家，这也是我在学习英文的过程当中找到的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方法，所以我也想分享给大家。首先，你可以找一个中文材料，比如说发展汉语，它上面有很多课文，每一篇课文都不长，大概10句以内，你每天可以只背1句。当你把这篇课文的句子全部背完之后，再留1天，把所有的句子连在一起，完整的背诵。这样你可以重复的去记忆单词、句子，以及当你背诵的时候还有输出。也许一篇文章在你背完之后，第2天马上忘记了，但是没有关系。其实你在前几天已经对它进行了重复，所以大脑会给它留一个位置。当你之后要开始说中文的时候，大脑会从某个地方提取出来进行使用。OK， 这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啦。那如果你也有更好的学习中文的方法，你也可以评论留言告诉我，我们一起去探讨，一起去找到自己合适的学习方式。OK， 说了这么多，我还想跟大家说，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最重要的是坚持，每一天都学习一点点，每一天都进步一点点，这样我们就能够慢慢进步。我们不需要一口吃成一个大胖子，所有的学习都应该在日积月累中完成。好的，那祝大家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好好锻炼，好好玩耍，好好学习。我是 Doremi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